为什么不用玻璃钻头呢？玻璃钻头又不是万能的，不是说拿着玻璃钻头哪儿都能打。它这是铝扣板，然后咱们用的是这种木工用的这种钻头，专用的。我这个包里的钻头啊，好多种啊，这边是六角扳手，你像这边麻花钻头，这是木工的开孔器，宝塔钻头，三角钻头，还有这种开孔器。其实这钻头的种类很多，然后能开这个铝扣板的钻头呢，其实也有好多种。唯独呢就是使用这个习惯了，而且这个用起来也非常方便，所以就一直用这个钻头。也有的师傅呢，他习惯用这种宝塔钻头，这样也行，看你自己。但是你用玻璃钻头来钻的话，这个就不合适了。玻璃钻头的话是不好定位的。玻璃钻头一般为什么叫玻璃钻头呢？它就是打玻璃的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石材上、石英石上、地砖上这些材料都可以用它打孔。这以后你慢慢接触的多了，自然就懂。老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用这个吊杆来测量它这个水泥顶到这个集成板的距离。用尺子量也行，有时候尺子不一定能塞得进去。用这个吊杆来测量，相当的标准。主要是我现在想，你是怎么靠这两个小孔孔把那个吊丝固定住呢？一会儿我给你演示一下。现在咱们就要切这个吊杆了，但是切吊杆呢，对于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啊，但是对于你来说或者一些新手来说，使用角磨机其实是很多师傅的噩梦，因为好多师傅就因为使用角磨机方法不当，伤了自己的啊，或者是给客户家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太多了。首先咱们在使用角磨机之前呢，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开关是开着的还是关了的。一定要检查一下，一定要把它关了。如果是开的状态呢，很可能机器插电的一瞬间，它可能会乱跳，有可能伤了自己，有可能伤了客户家的地面。一定要检查这个开关，然后再插这个电源。然后我们在切割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戴上眼镜。有时候我们不戴啊，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。其实尽量是把这个眼镜戴上。再一个就是在切割的时候啊，你的视线、眼睛永远不要对着这个切割片。像我们经常切的时候是怎么切呢？一定是错开的。在切的时候呢，这种砂轮片啊，如果你卡住的话，这个切割片可能会炸。炸的一瞬间呢，它就是在转的这个方向，四面八方的去飞溅这些碎片。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定要避开它，这样是一个正对的视线。如果你切的时候呢，就养成一种习惯性的要避开它。戴好眼镜这样切，避开它切，即使它炸片了以后，它也是从这个方向去飞，它永远打不到你的脸上。这也是当年我师傅教我的。尺寸呢已经量好了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新手在切割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手抓不住的话，也可以找一些支撑物，可以找一些东西把它支撑一下，或者用脚踩着。一个手抓角磨机，你抓不稳的话，一定要双手去抓。一定要双手去抓角磨机，这样的话它就更加安全。一定要牢牢的卡死，尽量不要戴手套，手套容易打滑。角磨机的时候，我们磨的时候，这个火星子啊，看到那个火星子了吗？这个火星子也是有说法的。客户家他是做了这种石膏板保护的，这个地面保护特别厚。如果我们在客户家干活呢，比如说这种漏瓷砖的地方，对吧？砖的地方，我们使用角磨机磨的时候、切的时候，永远不能对着这个地面。对着这个地面的话，产生的火星的温度呢，可能它能达到400-500度吧。这个火星呢，一瞬间打在地上，就会和那个地砖的釉面融合，也就是烫伤了。和玻璃也不行，这个东西只要一接触。然后那个我们这些铁渣子，然后直接就粘在地面或者玻璃上，这个时候呢就麻烦了，对吧？客户清理又清理不掉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新手啊，你们一定要避免，这是小细节。这个吊杆这么长，怎么弄进去啊？一步步的看吧，看我的操作方法。
拧这个吊杆呢，咱们借助的是这个加长的套筒，用这个套筒来拧。前2天有个师傅呢，也是问我，为什么我这个打好的吊丝啊，然后用这个套筒一拧，里面这个螺母就滑丝了。其实呢，关于这种吊杆呢，它市面上有一种是质量好的镀锌的，也有不锈钢的，那更好。还有一种就是铁吊杆，这种铁吊杆呢，相对来说质量比较差。但是拧的时候呢，你要把握它的力度。本身它的吊杆质量就不好，然后你用的力气又大，你像拧轮胎螺丝那么拧，那丝杆全得拧坏，差不多就行。这个力量感，我就是双手这么拧，把它吃了力就行。这个晾衣架安装上去，这个吊丝能撑得住吗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一会儿我给你测试一下它的单根吊杆的承重能力。这边这2个已经打好了啊，因为留的太短。你不好测试，我给你做这个长的，做一根长的，这2个孔你选一个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左边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个顶太深啊，对这个孔的时候不太好对，一定要感觉。我刚才说了，咱们要测试的是单根吊杆的承重能力，而不是4根。来。这个测试的机会我就留给你了，你上，你的脚要离梯子啊，上，对，晃，拽，用力，对，用力晃，再晃，对，你多重？你说你多重？120斤啊？那你还是有点轻，服不服？服。行不行？可以。哎呀，你还挺聪明啊，找一个东西蹭起来了。其实像这种吊杆呢，我已经测试过无数次了，它的承重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装一个电动晾衣架4根吊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确实厉害了，能把我这么重的体重能撑起来，佩服。现在咱把它得卸下来，把它从这儿给切掉。卸的时候也很轻松的，就是这么用手随便一转，它就下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它里面已经撑爆了。这个下的时候呢是怎么下？直接拧丝杆，把丝杆拿下来就行了。下来的时候呢，它那个套管就在里边了。我们只是把丝杆拿出来，把我们用的长度留好，从这儿切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2次拧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螺母往下降一降，然后呢，找到它里面那个孔，这看不到，全凭感觉的。这样还可以直接把它拧到那个顶子里面那个膨胀管的那个撑帽里面。同样的方法，把它再次锁紧。OK， 这点的师傅说线就在这中间的这个位置，它也没有开孔。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啊开一个孔，把线给它捞出来。它这个线拉出来以后呢，这里刚好有一根蜡管，这是他们铺线的师傅当时就弄好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不用包的。像我们平时呢要把这个线拉出来以后，这个集成板这个边是很锋利的，容易把这个线给割伤了、割破了。所以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拿胶带反复的在这个地方多缠几圈，防止它把线给割伤了。挂这个晾衣架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活儿啊。有的人说这得2个人协助，其实没那个必要。都是把螺母已经都做好了嘛，上下2个螺母，中间留出一点缝隙。这个晾衣架我们可以直接就插进去。这以后呢，直接上螺母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一个人干活的操作方法。接线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机器的侧面把它留出来一个10几公分，方便我们接就行了。接好以后，把这个线推进去，压在顶子里面，压在顶子和晾衣架的中间就可以了。欢迎使用晾衣架控制系统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晾杆停止，晾杆上升。
升。照明灯开启。上升到位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学会了？真学会了？真学会了。下次你来招。好。